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吗？在天堂。据说这天堂是一切美好的源头，是与所有邪恶隔离的地方。1997年3月26日，警方接到报案，据说是一个别墅里可能发生了一起命案。当警察赶到时，竟发现了39具尸体。这些死者死的方式很特别，39个人干净整洁地躺在双层床上，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衣服和运动裤，耐克牌黑白运动鞋，盖着一块紫色的方布。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5块4毛5美金，上面写着离开地球小分队。从死亡特征中不难看出，这是精心策划的集体自杀。这就是震惊美国的天堂之门自杀事件。死去的39人坚信自己是为了搭乘外星人开着的 UFO 去天堂了，你信吗？从现场自杀的照片上可以发现，每一具尸体旁边都有包裹，内是死者的出生证明、护照和驾照。不过最后并没有外星飞船将他们的肉体接走，这些尸体终究和正常人一样被腐化、被填埋，最后化作土地里的尘埃。在这39人自杀的同一天，还有一个名字叫迪安吉罗的人，他本应该是这些自杀成员之一，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自杀呢？因为这天他在行动之前搭乘飞机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。这时警察还没到，这个迪安吉罗呢就拿着录像机录下了39个人自杀的尸体的现场。那录像呢有2分钟左右，所有的尸体都全部躺在地上，仰面朝天，每个人的头部和身体都裹着紫色的裹尸布，那脚上穿着黑色的耐克运动鞋。这迪安吉罗拍下的录像没有声音，不过如果这段录像有声音，我们就会听见迪安吉罗对着他的同伴们大声地喊叫，以确保万一他们之间有人幸存下来，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但是呢，无人生还。验尸结果表明，他们是从墨西哥购买的苯巴比妥，是一种镇静的安眠药，和酒精一起喝下就作为自杀的手段。大多数死者的头上都被套上了塑料袋，他们用这种手段作为他们成功自杀的终极保障。在天堂之门的信徒看来，人类的肉体不过是漫长旅途中的一个容器而已。在这场自杀之前，除了1人之外，其余38人都录制了谢幕影像。每个人在这段录像中出现的时长均不超过5分钟。在谢幕影像中，朝着所谓的高层境界自杀前，教徒们各自阐述了最后的想法。所有的信徒都穿着麻袋形状的衣服，留着寸头。镜头上出现的所有人是如何清醒，并略带兴奋地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。一名教徒在自己的谢幕影像中说道：“我们要回家了。”他们的言行始终都非常镇静。这些人自杀前都凝视着彼此的眼睛，告诉对方
一会儿见。这39名自杀者中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这天堂之门的创建者马歇尔·阿普怀特。这阿普怀特呀，出生于1931年，参加过2战，后来成为一个音乐教授。1972年，他得了心脏病，痊愈后呢，就开始对外界宣称自己见到了上帝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个阿普怀特就建立了一个俱乐部，叫天堂之门，和有同样兴趣的人一起探讨外星文明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这个阿普怀特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分裂患者，但他自己不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，反倒认为这是凡夫俗子、凡胎看不透宇宙的奥秘。很多人呢问他，你认为特拉是天堂，为何你不回去啊？这个阿普怀特说，当然要回去，我自己要回去，还要带上一些人一起去天堂。他说呀，1997年年初，这个彗星将要造访地球，这枚巨大的彗星啊，会带来飞船，那就是外星人上帝派来飞船迎接他们前往天堂。他的话竟然有人信了，38人信奉者愿意离开地球，跟他去特拉星天堂。这次天堂旅行的费用啊是5块4毛5美元。每个成员除了穿上特制的黑色衬衫之外呀，还要穿上后来因这个事件而停产的耐克经典黑白鞋。这就是后来耐克公司为什么这款黑白鞋停产了，就因为这群去天堂的外星人穿了它。这些人准备妥当后啊，分成3批。当第一批的教众饮用完掺有苯巴比妥及苹果酱混合的伏特加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，静静地躺下，用塑料袋包裹头部，并盖上干净的紫色毯子。下一批的志愿者就会替他们整理仪容，再跟随前人的脚步，饮用那些致命的饮料，回到床上等待死亡与预期中的升华，期待自己能在彗星最靠近自己的时刻搭上通天堂的飞船。还有一个叫查尔斯·亨福特的人，因为自己没能成为总部豪华宏伟计划自杀中的一分子，他感到十分的后悔。在采访中他说，听到他们终于离开了这个星球的消息，我非常的开心。我只是希望在那个时刻呀，我能和他们一起去。后来亨福瑞在几个月后将自己套在塑料袋中死去了。这样天堂之门自杀事件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1人。在天堂之门的信徒看来，人类的肉体不过是漫长旅途中的一个容器而已。自杀是抛弃了身体，但是灵魂却去了天堂。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震惊了美国，也震惊了世界。阿普尔怀特带领的教徒一起自杀，这个邪教由此覆灭了。然而其留下的余波犹在，他们所建立的网络仍然在运营，依旧有人在网络上怀念天堂之门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别忘了点击订阅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我会在 TV 更新时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下期见。